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中秋节嘛，很多公司行号可能会给予这个中秋礼金。那华为这一次给予他们这个等于说 BG 这个部门的员工是什么呢？一台Mate 60哇，看了很多人很羡慕他就说致全体将士的一封信表达这些默默坚守在岗位上用自己力量照亮工作的一线员工深深的感谢。所以很多这个大陆的网友就留言就说，难怪我们都买不到啊。第一批给予员工当然也是就是要感谢这些员工就是跟华为一起打过了这一场战然后重新这样荣耀回归。那除了这个这个包含了手机之外，还包含有6个月饼茶叶茶碗茶壶是一整套的这样送给华为员工的中秋大礼，让大家非常羡慕那昨天呢，其实还有 Mate 60的 RS 昨天也是开卖那现在目前呢，它是最高端的机型，拥有各种顶级的配备，还有双芯通讯当然还包含了刘德华的代言那它其实有出2种颜色，红色的是大家最喜欢的端红色所以很多人说抢都抢不到那这个机型也说是跟这个 Mate 不对，跟 iPhone 15 Pro Max 都被称为是机王。那这一台呢是华为的机王，由刘德华来担任代言人所以很多人说要买就要买到这个最顶规的 RS 系列，只是现在还是都是要排队那华为另外也被大家讨论的就是星闪的技术有说这个棒打出句子这一次他们星闪也是突围而出他说这个美国的制裁是人类文明里面的恶棍是全球霸权的一个象征，现在终于是踢到铁板啦。那棒子至少生出了3个句子，包含扩编的金砖以及华为，前者成了美元的避风港，去美元化的组织，那后者呢就是指华为杀出重围，浴火重生甚至推出技术超前的黑科技，就是星闪技术星闪技术有多厉害呢？据说它这个技术覆盖的距离比起蓝牙要提升2倍而且连接的设备数呢提升了10倍以上，所以看起来比起蓝牙更加厉害所以这也意味着是不是打破了 WiFi 跟蓝牙20年来逐成的厚实壁垒。华尔街日报就讲说这是挑战蓝牙跟 WiFi 全球无线通讯的一个标准，也显示呢中国在这个美国的制裁之下加倍努力关键技术，现在未来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那还有一些独立的科技评论员讲说，华为知道每个人想要更多了解的 Mate 60当中的芯片，所以呢他们不谈论它其实就像是藐视美国一般。那现在看看这个中美的晶片战华为的新机热卖之后呢，也带动了下游的一些供应链的爆单因为其实惨淡了几年，在这样的打压之下，现在所有的供应链都已经处于订单爆满的情况甚至很多还在中秋的时候都还可能要加班为了要应付现在目前的爆单量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他讲说现在已经证明出来，美国所谓的脱钩断裂其实是黔驴技穷那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中国的高科技的领域也会继续涌现更多的璀璨星星，来照亮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那到底谁会是这一场晶片大战的赢家？我们看德国之声讲，目前没有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类型的晶片长远来看，专家认为唯一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恐怕就只有中国大陆，它是未来会是这一场晶片大战的大赢家。那现在连这个荷兰也是不愿意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尽管美国不断在施压，可是这个荷兰的这个光科技艾斯摩尔还是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发展中国这边的市场那美国还预计要继续来这个无限期延长韩国晶片对于中国大陆的出口豁免，因为韩国也是受不了就如果继续这样子不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也会重创到他们产业所以我们看看哥大教授萨克斯讲，他说他对于中国的经济是充满信心的，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恐怕会是一个严重失败的收场。那再来，除了这个华为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 C919又有再迎来100架的一个订单就是中国大陆的东航又在追加了这样的一个订单，会分7年来交付完成，所以这次购买了100架大概整体来说的话，大概是99亿美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哦，它其实2021年就已经有首批5架 C919，然后所以它等于说再度追加，而且是一个超大订单，而且今天开始呢，其实在这个天津哦，有进行这个中国大陆的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开幕哦，所以在这一次的11长假当中，很多人也跑去要看这个汽车展览会哦，所以他们就预估说，这个中国的贸促会的汽车产业分会负责人就讲说，今年呢，大概整体中国大陆的汽车出口量将会超过400万辆，预计将会成为全球的最大汽车出口国，所以恐怕这个日本啊跟德国啊又要更加紧张了。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其实你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啊，2023年是很重要的年呐。那中国大陆大概完成了4个突围啊，都对美国的秩序做了很大的打击了啊。第一个就是今年3月那个沙特跟伊朗的和解啊，对，那美国本来是要用以色列结合逊尼派去打击什叶派。那这个局被破了，到后来整个阿拉伯和解就开始了啊。那第二个就是今年8月，就是8月就是金砖扩容嘛，这个你们这里也有提到了啊。那接下来就是华为啊，就是华为的技术突破啊。那接下来就是10月是一带一路峰会，那今年参加的国家高达130个，那几乎是开联合国啦，除了那个 G7 没来之外啊，所以。都发生在2023年了，这个事实上，如果用中国大陆的那个成语来讲，这个叫厚积薄发啦，就它实际上已经积累很多能量了，那结果都不约而同在今年爆发这样啊，就华为技术也突破了，那金砖非美元的支付体系也要开始出现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我们说那个中东也受不了美国那种制造冲突的模式嘛，他们也要和解，要共同发展，对啊。那当然，那个“一带一路”峰会也是在讲共同发展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美国那一套老是拉一边打一边的冷战围堵的搞法啊，并不受欢迎呐。那或者说他也压不住中国了啊。事实上，你刚刚讲到C919啊，C919在上个礼拜也拿到了第1个国际订单，对，就文莱跟他买了15架，那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方方面面。都已经开始了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搞国际政治还是要心存善念就是你还是要求和平共同发展嘛。那你一天到晚就是要鼓动人家出来搞政变啊，或者是阿拉伯之春被推翻的政府，现在有哪一个国家活得特别好的？你告诉我，利比亚有活得比较好吗？对不对？很多地方都这样嘛，就乱七八糟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还是要心存，我们不要讲心存善念，是心存正念不作恶。就是这个谷歌以前是说不作恶，don't do bad 那这个叫做 don't do evil 了，就是不邪恶。国际政治还是要心存善念，心存正念。好，来问介老师。这个华为这次9月25号这个发表会哈，它事实上之前那个这个孟晚舟啊做了一个演讲，把华为在做什么，未来是什么样一个形态的公司啊，它事实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铺陈啊。因为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星闪，其实星闪是整个华为未来啊，它要做的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块科技突破。因为什么呢？因为华为未来的10年，就是说啊，它的总目标是全面智能化 ，AI 所有东西 AI 全面的智能化。那它要做到怎么样的全面智能化？它有3个目标。他说让所有的对象可以连接，让所有的应用可以模型，让所有的这个决策可以计算，所以它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那你要连接的话，说实在，你原来的它是万物连接，所有的这些所谓平台也可以连接。那平台不外乎手机那个智能座舱啊，华为现在也要推这个平板电脑，还有它的智慧电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整个的这些公司行号的这些终端处理系统啊。
这个整个的管理中心，它都是一个平台，它让它全部都要连接，然后是所有的这种应用。那应用有多少种呢？事实上，你有多少行业，它就有多少应用。你要提供法律的服务，它法律的应用有，甚至医学的服务，它也医学的应用。那你在学校学哪一个科系，它就有哪个科系的应用。它怎么样？它要把它的所谓的模型化，就让它怎么样？有一个标准模式，让你这个有一个界面，你有标准的操作方式啊。那这些就需要新闪，因为新闪一次可以连接4000多个对象，对。那你这个你要作为万物相连，然后智能化的东西进去的话，那就要很强大的连接系统。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新闪你只看到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科技突破，可是在整个华为的公司的未来的发展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技的突破。那现在华为来讲的话，其实它就代表中国的方方面面的产业啦，也就是美国压不住，美国打不垮，压不住。然后呢，现在纷纷突围而出，也就是说万山不许一溪奔浪落得堂前这首诗很有名的家家户这个泉水在家家户户面前都冒出来了。那这个就是现在中国大陆面临美国全面打压的一个现象，美国已经打压不住了，对，各处都冒出头来。汽车今年光上半年基本上已经卖了324万辆。万山不许一溪奔，难得溪声日夜喧。对，道德前头三角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首诗就是代表现在这个现状。是的，杨万里的诗。对，你挡不住，它到处都冒出来了。好，赖老师。我觉得华为当然在新闪这块这个已经终结了 WiFi 蓝牙他们的事迹了，这个影响很大。各位，你讲蓝牙我们使用率有多大？它的速度更快，连接更快，而且我们一般来讲打开蓝牙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才有反应。而且一到一个距离了以后就没了，就断讯了那现在的情况是还没更远的地方就感应到了，然后时间马上就感应了。对，那各位您想这个应用有多广你能怎么想象它就怎么用。那它会打败这些，那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厂商采用华为的产品，而不再用这些厂商所供应的。那这垄断就被取消了。这次华为很大方，他很感谢他的员工，他员工有多少人？20.7万人。所以20.7万人，每一个人手上就会有一台这个 Mate 60 Pro 这个他们都开心，那大家也都很开心，说原来华为的供应量完全没问题，生产没问题，它的晶片没问题，它已经带来它的下游厂商，它的下游厂商在过去这3年来，由于华为的被打压，他们本身陷入了经营上很艰难的地步他们熬过来了，度过了。我看到了一些资料，例如说包括镜片的、摄影的包括电池的等等，一堆厂商当初都被美国这样打压，那他们现在都活过来了。那么有很多数据已经出来了，他们这一批订单目标上看至少2000万台，那也就是可以获得上百亿人民币的营收，1年赚回3年的亏损这个就是你美国打压的下场。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可以预判到，如果小米的发表会也跟着走向来了以后，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一些整个工业生产力的对于就业市场的需求量会很大，因为它不只是一部手机，它是一系列的人，一系列的工厂，一系列的工厂都开始在招工，那会有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就释放出来。那就业机会就解决了当前中国大陆目前年轻人就业困难的这个现象，会解除一大半。我们也有注意到，在这一次11的时候，大陆的旅客境外的少了，境内的游览多了，又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电动车，很明显的那也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到处都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消费产品。所以很明显的，在9月、10月、11、12月，它的经济的数据会越来越亮眼。当它越来越亮眼以后，
那各位，您还记不记得我们前段时间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像《纽约时报》啊等啊，欧美的媒体一直在唱衰中国经济的，现在要打自己的脸了。也就是说，他们花了好几个月想把中国的经济，反正打不垮你就用唱衰你，用唱的方式把你唱倒。但结果呢？这些人纷纷的在偃兵收骨了，不再讲说中国的经济不行了，因为中国的大陆的经济开始出现很活跃的这样一个地步。我认为 C919这次是特别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东方航空它本身2将在商转了，很明显的他已经感受到这个飞机的好，一口气下了100辆的大订单，这代表什么？代表未来他们看到了这个 C919的这个飞机买的划算，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C919未来也会跟737或者跟 A320他们 PK， 这代表中国的航空市场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世纪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华尔街日报》有讲到说，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也拟要先行访美，人家讲说，这代表说是不是在为这个习拜会正在做一些先行的讨论呢？那知情人士透露说，现在中美双方正在讨论就是这一次何立峰的访美行程，他也是拜登就职以来就是中国大陆访美最高层级的官员。另外还有消息说，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也计划在10月份的时候要访问华府所以这2位这个何立峰跟王毅的这个去访美的行程，感觉上面好像都是在做一些先行这个习拜会的准备作业。那我们看看这个学者就讲说，因为王毅提到 APEC 不是这个角斗场所以是不是能够习拜会成型？他说现在要看美方是不是能够尽责那说中方呢从不缺席主要的就是国际上的多边论坛，所以应该是美方要善尽一些职责，而不要变成这个变调的一个角斗场所以他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在看美国的诚意如何。另外我们看众院现在调查，航特曾经收了这个中国人的电汇，而收款的地址就是拜登家这记录显示呢，是2019年的7月26号收到了1万块的汇款，而同年的8月2号也另外收到了25万元的汇款，地址都是指向这个拜登威明顿的住家。所以现在看起来拜登自己也深陷在这样子一个航特的风暴当中那拜登就讲现在开始在说他很担心说是不是这个选情不妙有可能落后川普他就讲说极端主义者川普正在发动猛烈又直接的攻击敦促美国的人民要捍卫民主，并且指控对手正在企图颠覆美国的制度。那的确现在美国很混乱昨天大家看到这个消息都觉得零元购又开始了，因为费城这边出现了大规模的这个劫掠这样子的事件所以警方还出动了快速打击部队，逮捕了52人。这费城的年轻人在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抢劫，那主要有些就是因为这个 iPhone 15要登场了嘛，很多人就去抢一些这种高价品那这些年轻人呢也跟远警发生冲突，但路人没有阻止反而为之欢呼，场面是异常的混乱。所以美国现在目前这个迷你的经济奇迹被这样形容金融时报这样形容，他说恐怕难以持续因为拜登时代大规模的支出刺激了经济成长，但是呢产生的债务恐怕这个后果是更加的严重。那另外我们来对比看看中国大陆现在迎来了11长假，今天中秋夜会出现一个超级月亮据说是在这个5点多将近6点的时间会出现这个最近10年来最圆的一个月亮。那这次的11长假因为加上中秋被称为史上最火的假期，总共有8天的假期很多人都说要赶紧的，可能订不到高铁票那赶快去上高速公路，结果上了高速公路发现原本觉得自己很聪明，结果上去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聪明人因为全部人都塞在高速公路上头了对，所以到处都是人潮啦，也看得出来这一个消费力的回温甚至很多人就是愿意就是返乡
那他说这个平常2个半小时哦，今天要花10个小时哦。那甚至还有这个北京长假跨区流动的人潮，8天说预估上看20亿人次。那看起来这个大陆11长假的运输哦，启动这个长三角铁路哦，预计要发送超过250万人次哦，还有多地都预测说，可能光是北京哦，他们全市接待的游客就超过1200万人次，成都预计接待的人次呢，甚至可能要超过2500万人次哦，所以甚至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讲说实在订不到房了，所以还有这样子楼梯房的这种消息出现哦，就说这个因为要住宿我订不到，所以有这种特殊的需求也出来，然后连这个亚运的冠军也都抢不到回家的车票，就说冠军也没办法抢得到，甚至还有人带着一锅饭上这个高速公路啊，我们来看看。前一天晚上就卤了一个牛腱子，然后卤了鸡爪、鸭爪，然后还带了一箱饮料在车里面。提前在锅里面就放好了米和水，然后就在服务员区插个电，然后就把饭给煮好了。然后到了堵车的时候，就直接在车上面开始吃了。在开了14个小时的样子，刚出完东西。14个小时，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次这个11长假哦，这个大家通通都要返乡或者出去玩了。我们来问一下亮哥，真是没想到，奇怪怎么不去坐高铁啊？抢不到票啊！我的妈呀！不，以前还有更惨的，有的是全堵住，然后就下来打麻将这样。有，刚刚有看到说什么显眼包，那个要整个车都动不了的时候才会造成这种现象。不，这个自以为聪明，我自己也碰过了，就半夜出发，结果整个大家都一样聪明。对啊。所以两岸的智慧是差不多的，所以不要互相骗啊！你想得到了，人家都想得到。这样，我曾经有一次从台北开车回去高雄，全家开了10个小时，正常是4个小时就到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氛围啊，何立峰去大概就是要先敲定经济的议题了，那政治的应该就是王毅了，王毅是后面再去嘛，那目前看起来是乐观的啦，因为你可以看到商务部最近就昨天虽然又宣布了这个制裁中国的一些公司啦，可是那个都是直接联动到伊朗的无人机，然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解除制裁啦，有一家那前一阵子不是解除了27家吗？表示这个是可以谈的嘛，那比如说对韩国说这个它的半导体要出口到中国大陆，很可能就是无限期开放了。本来是说再延1年嘛，那突然就传出一个消息说大概就不进了啦，我觉得华为的技术突破给美国一个启示啦，就你做得出来我就卖了啦。那华为如果可以做到5奈米，你还进个鬼啊，对不对？所以台积电恐怕也会被解禁啊，就是你就可以卖了吧，因为不然以后怎么办呢？因为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那中国大陆到最后就被你逼出全部都自己做这样啊，不就是这样吗？目前看起来就是会有这个趋势嘛，所以 ASML 也会紧张啊，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贸易战的部分啊，因为美国的中下阶层现在生活真的不好过。那拜登事实上最快能够让他们生活压力降低的，就是处理那3500亿美元的中国关税啊，那平均关税是19.3呢，那现在戴奇啊，因为拜登这个人死要面子啊，那戴奇已经说了，说我们要对中国的贸易品项做301调查，所以我觉得他是要用这个政策来取代贸易战，因为一定有很多项目不符合301的规定嘛。那不符合就解除了，这个就是死要面子的做法了，就是我不能够说我要解除贸易战了，可是我现在要实施301调查，然后不符合了，我认为大部分都不符合了，那就解除了这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逻辑已经出来，我看到了，何立峰怎么可能看不到？对，所以我觉得何立峰去大概就是要先把那个清单弄出来，就是大概知道这个就是考验美国的善意嘛。这个就是王毅讲的嘛，那王毅去，我认为第一个他就是要李家超啦，讲白了啦，李家超不能来，那就不用讲了啦，那我认为美国会放了，
因为李家超只是参议院建议不要让他来嘛，这个拜登应该可以处理了啊。那其他针对台湾的部分我就不知道了哈。可是王毅一定会跟美国谈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大概是这种氛围下，拜习会见面的可能性真的越来越高。好，来问赖老师。大陆现在对美国的外交的手段哈，我觉得已经把美国摸得很透了啊，特别是把拜登的这一届的政府，我个人的判断是他已经摸得很透。那怎么样来表现法呢？就是说，想见你的时候就见你，不想见你的时候就把门关起来。也就是说，主控权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因为每一次都是你想见嘛。那中国大陆说，我想见了，那就可以，我们就见一下。你看这次的外交部的副部长也是你美国人想见，那我就去跟你谈一下。但是不想见的时候反正你这个人言而无信，不想见我就把你关掉。那该好好讲话的时候就好好讲例如说，你看雷蒙多来的时候，该好好讲话就好好讲嘛。对，你这个耶伦来的时候，当然好好讲。但是该吵架的时候就吵架，该骂就骂，一点都不留情。例如说，你看王毅该跟这个苏利文或者该跟布林肯该对干的时候就对干，对，就是说该好好讲就好好讲，但是讲不通那就开干嘛，那一点都不客气。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现在可以跟你好好谈，谈完了以后，明天给你制裁，一样给你制裁，一点都不客气。你雷蒙多来了以后，大家都很开心，但是我当天这个华为就给你开卖了，而中国大陆就是挺你华为，那也就是说，绝对没有什么给你脸不给你脸的问题了，因为华为就在你雷蒙多来的时候开卖，其实就是打你雷蒙多的脸，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人也看得很清楚嘛。所以雷蒙多恼羞成怒嘛，颜面无光，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政府支持你华为，就是要这样做。那也就是说，该打你脸对打你脸，你来谈完了以后，该宣布加者，那么所有的出口都要经过批准。照样给你宣布，该宣布美光要制裁就宣布。你来讲了半天以后，谈了半天，美光还是没有宣布说解除制裁啊。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现在对你拜登的这一套，这一个政府掌握得很清楚了。因为你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对，你既然说一套做一套，我并不是没有方法来对付你这个言而无信的人，那怎么办呢？就该给你拆穿你的谎言，就给你拆穿。所以你看，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王毅可以在去年的时候跟所有的亚洲的协会都说你怎么说谎，一个一个给你点破。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这一套政府的手法，中国大陆掌握得很准，所以该怎么出手就出手。另外，我倒觉得这个11已经看出来了，中国已经爆发报复性的消费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经济绝对越来越活跃。好，谢老师。其实习拜会大概卡两个问题啊，基本上我觉得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正在进行很这个密集的谈判。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到底会不会不发这个邀请函给香港特首李家超？因为李家超前一阵子他对外说他没有收到邀请函，因为照这种会议的这种惯例这个邀请函大概都已经派特使应该要送到了，因为只剩下1个多月了嘛，时间蛮赶的了。那为什么李家超还没有收到？当然，如果收到的话，习近平大概去的几率几乎是笃定的了，没有理由不去。中国大陆也讲了，他说重要的多边外交场合，中国大陆是不会缺席的。那除了这个李家超问题，那美国他自己要衡量，就是说习近平不去的话，对他这次会议还有他期盼的习拜会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不准李家超去，美国又得到了什么？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得失之间的一个好考量。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APEC 的这个资深官员前一阵子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有关这一次会议的最后的领袖共同宣言里面现在各方意见不一样。那美国是希望是如 APEC 2年前上一届有关俄乌战争的时候所做出的一些共同声明，一个原则。那他说，可是今年整个来讲的话，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基本上对于这个 APEC 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就一直持反对的意见。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时间问集，大家好，各位朋友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这个赖清德哦，是不是选情很着急哦？又开始在讲一些这个重启服贸不行哦。那他讲说啊，提醒美容美发业，中国来台的话，恐怕会开满这个连锁业哦。他说有他党的总统候选人要重新跟中方来启动这个签订服贸，一旦签订的话，中国大陆只要有600万来台投资美容美发业哦，就可以在大街小巷开连锁店拼价格啊，冲击美容美发业啊，又像是那个什么查某找无工，查某找无昂，又开始要讲啦。那反正呢，这就是他们抗中啊101招啦，只要这个选情告急啊，就要开始消费这一块。那我们再看一下，黄曙光有提到说，有卖国的记者啊，不是记者，卖国的立委哦。那媒体询问这个卖国的立委到底是谁呢？那黄曙光就说：“那你自己去猜呀，因为大家现在记者都在问哦，就是说到底你指定的这个特定的这个立委是谁呢？他现在讲说他不知道，可是这个事情很严重应该要赶快去办吧，你应该要赶快讲出来这一位立委到底是谁哦，还把我们的资料拿去中国大陆啊，你这样言之凿凿的讲，你应该要这个具名，甚至是说要赶快抓出这一个人是谁嘛。那郑运鹏也要求说，不可以船过水无痕哦，应该要赶快把这个阻挡潜舰国造的某立委给抓出来。那现在矛头指向了一个影射到了谁？马文君哦，马文君就讲说这个影射杀伤力很强啊，替这个国造潜舰下水典礼造势。黄曙光对特定媒体说，这个造舰的过程中有立委为了蝇头小利，然后阻挠，那接着又有一条龙的操作，在 PTT 这些社群上面问卦说是谁哦，接着有人回文就影射是他哦，他在此正告黄曙光少来这套，你不点名我不会对号入座，但如果你点名我一定告你啊！所以麻烦黄曙光赶快讲清楚哦，大家都想知道你说的这一位立委到底是谁啊？那再来海鲲舰，现在被人家拍到说，怎么好像这个网友观察，就是这个官方给予的一些画面啊，这个帆罩的外壳是浮起的，严重的不平整。那台船的造舰团队说，这个因为呢，这个帆罩采用薄板设计不平整的隆起就是所谓的瘦马现象，一般水面舰也会有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也真的去查了一下这个瘦马现象其实中国大陆像是055大区什么的都没有瘦马现象然后中国大陆就在讲说，美国的船就是因为他们那个电焊工比较少，所以他们的瘦马现象比较多，然后反而大陆的一些船他们造船的这个可能产业是比较完整的，所以他们反而是没有瘦马现象，所以好像也不能用这种台船这样的一个解释说，这就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样带过，是不是技术上面不够这个完整，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瘦马现象，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这种更完整的回应那再来我们看看。这次的潜舰也是被大家讲说，好像是假下水一样，因为真的没有在水上嘛。那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一个大内宣而已，要成就蔡英文的地位？昨天的仪式当中呢，安排了台船的董座，将原型的舰模型交给了海军司令的桥段四维营造这个模仿原型舰已经交舰给海军的假象吗？那显示这个当局的一个表演心态被质疑是不是急着要为蔡英文推动一个造舰历史地位的政治大内宣而已。那再来看看现在这个美国现在在搅乱印太这个美国的参议院示警说，是北京渗透在影响对台的舆论他说中方透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来影响渗透美国社会，影响美国的舆论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那中方当前锁定的这个就是他们主要的一个目标，影响舆论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布林肯也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大陆如果犯台的话会危及全球。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和平稳定的维持现状，那中方正设法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那主要就是中方的行动引发了台湾的危机，全球的经济也会陷入危机当中这是北京在台海周遭制造了紧张还有改变现状那真的是如此吗？其实
那中国大陆看来觉得是你美国在这个不断在扰乱这边的情况哦，因为你看，像美国给予菲律宾捐赠了2艘巡逻舰。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就讲说啊，南海本无事，美国来扰之哦。因为美国的海军以这种国防物资的转让、军事援助计划为名，转移了这个飓风级的近岸巡逻舰艇给这个菲律宾的海军哦，来提升他们在南海的作战能力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吴谦的讲法，他是说这也暴露出美方就是南海的搅局者跟和平破坏者的一个真相。那自己面对中方的时候，讲的是美国啦，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嘴脸呢？中国大陆的国防部要求美国拿出行动，为两军，就是中美两军哦，重回正轨创造一些条件。吴谦就提到了，中美两军交往并没有中断哦，双方也透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坦诚有效的一些沟通哦。那现在看到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跟中国的副外长就是孙卫东，他们有这个见面，然后他们就说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重要性哦。康达的讲法是说，要维系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印太的自由开放是有其重要性的，所以双方可能还是有在沟通啦，但是呢，也许不像是这个美国期待的那样子的一个频率，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层级高度。但是到底谁才是扰乱这边印太或者是南海的人呢？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这个赖清德会做这种演讲啊，这个政治上叫反主现象啊，就是他现在还在执政嘛，他如果提出他自己的政策，人家就会直接质疑说，那你7年内为什么不做？哦，因为你当过行政院长啊，也当过副总统啊，对，所以他变成不能提政见，你知道吗？他只能够帮现有的政府做辩护啊，那要么就又开始反主了，反到了这个马英九时代的服贸协议这样。侯友宜又没有说他要支持马英九版本，所以你就是在打稻草人嘛，这种打法实在很可怜呐，就是自己不敢提政见啊，提政见立刻被质疑，说你执政为什么不做啊？而且又怕打到蔡英文政府，所以他的困境从这里就看得出来了。那因为他最擅长的本来就是抗中保台啊，所以你以后还会看到很多次了啊。那这个潜舰国造啊，事实上我们2015年就开始有这个规划了，那一直蔡英文任内就开始加速进行嘛，到了2023啊，事实上本不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了，因为他的规划是明年的4月要出港，就是要下水了啊，那大概经过1年的海试，各种战术，那大概2025年才成军嘛，他本来的规划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不照计划来呢？你有看过潜舰下水典礼没看到水的吗？你有看过这种下水典礼吗？第一次看到。对啊，那明明今年10月它是要入水的港试啊，就是要在海港做入水啊，然后明年4月要做这个出港，要在海里面这个游走了啊。那为什么要急着现在啊？我讲白了啦，就是厂商急着请款吧。因为他的合约是照阶段走的，那就是到了一个阶段，比如说这个阶段就要下水，那事实上他还没碰到水啊，对啊，所以才会觉得很奇怪了。因为据我了解，事实上有很多退役的海军将领有受到邀请，他们都没有去，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水吗？累下水这什么都要累，那不吓死人啊！这基本上就是我讲白了，就是厂商急着要请款啦。那如果说拖到明年4月，港口要下水可能他要调度很多资金啊。那这个坦白说，这个国防部当然也不好意思啊。所以就因为这个有点拖到了，所以他们现在就在抓卖国立委嘛。他们就觉得他的进度被拖到，就是被人家害的啦，你知道吧？可是据我了解，潜舰国造这个整个的过程啊。事实上不是只有立法院有人有意见啊，事实上我也常在媒体上啊，那也看到不同的，也是海军啊，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所以黄曙光也不要只针对立委啦。事实上，因为潜舰国造本来就有很多策略，
比如说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就失败嘛，澳大利亚潜舰国造是失败的啊，所以后来他现在不是本来要买法国的柴油舰，后来变成美国的核子动力舰啊。澳大利亚的模式就是我们的模式，就是硬要自己做啊。那韩国呢？韩国是请德国的潜舰厂直接进驻韩国，就然后师傅教学弟这样，一路这样打造出来，结果韩国潜舰是成功了，那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当初就有这种辩论啊，那人家就会质疑说，你都不用拜师傅哦，那你就这样去凑各国的某个部分的技术了，那这样你凑一凑，你确定这个潜舰可用吗？就是系统整合会没问题吗？那你去想一想，台湾的科技水平跟澳大利亚应该差别不大吧？而且我讲白了，台湾的军舰除了平台舰之外，有造过巡洋舰，有造过驱逐舰吗？你有看过吗？有那个护航舰没有？我们直接进入最难的部分叫潜舰，这样。所以当初确实有一堆人在讨论。那提出质疑啦，说你真的这做得出来吗？你到时候下水会不会浮不上来啊之类的啦，所以我当然祝福他成功啦，可是我是觉得说他还是要多参考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呐，这个如果有立委来刁难你的进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根本性的问题还是要面对了。好，请教杰老师。对啊，我们的昨天那个蔡英文又创造2项世界纪录了。第一个就是重大的这个国家工程案下水典礼啊，结果全场没有水，那下什么水？既没有下也没有水，那这个名字取得很奇怪啦，对不对？既没有下也没有水，对，所以这是世界纪录啦，不晓得你是该哭还是该笑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选择不是国家重要纪念庆典纪念日，而10月10号马上到了，这么大喜事，我们不是10月10号下水呢？你知道9月28是什么日子吗？教师节。民进党党庆啊。9月28是民进党党庆啊。请问这一艘国造潜艇是用民进党的党费造的吗？不是啊，这是用中华民国老百姓的纳税钱造的啊。那怎么去在跟民进党的党庆放在同一天啊？所以又创造一个历史啊！全世界没有这么嚣张的政党，没有，全世界没有这么多嚣张的政党。我们台湾有一个，又是世界第一，对不对？那第三个呢？远强可以说也是创造历史了。说反对党的政治人物、立法委员不能够反对他做的任何事情。那要反对党干嘛？反对党的基本上他的职责就是反对啊，对，那不能够反对，反对就要给他扣帽子。基本上你这个，我们今天说实话，你终于把它千呼万唤使出来，包起来，然后呢不准接近，听说还不能照相，对不对？眼睛看，对啊，然后呢你就远远看。我今天要到我今天要到那个去买一台车，我不但要看外形，我还要把门打开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要把它包得死死的，谁知道那什么东西啊？他说怕泄密。对啊，我最怕就是这2个字泄密。你知道这种东西，你再要保密，你不能够对立法委员保密。立法委员代表人民，任何政府是替人民做事的，哪能说人民你做的事情不让人民知道啊？对不对？你搞了多少次这样？搞得神秘兮兮的，所以把台湾人当骗子、当笨蛋，这群人就是在那边骗，对，要不然你就打开让人家看看，里面之前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媒体报道，媒体说从韩国搞了一批工程师来，结果呢，这批韩国工程师呢又被他原来的这个韩国聘雇他，因为这批曾经跟着德国人在韩国造过一批潜艇，那这批人跑到台湾来。然后人家韩国的母公司就告这批人泄密，又匆匆忙忙又跑到了，搞了半天，这到底是谁造的舰啊？韩国的工程师，然后呢，又这个什么系统是哪里的？那个系统又在哪里的？真的，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的潜艇是这样子造的。你知道韩国怎么造吗？
韩国是跟德国的那个有名的潜艇公司合作，第一艘在德国造，韩国的工程师过去，从头手把手；第二艘带回韩国，德国的工程师到韩国来帮他造，才勉强造成功。而只有一个国家的系统，你这个联合国，你系统怎么整合？我们都可以有问题啊，不准问连立法委员都不准问了以后你就是反对以后你就是卖国，或这种阿哈的这种政权举世无双，又创造一个世界纪录。好，来老师，我觉得赖清德现在你还执政嘛，他现在是副总统哈，虽然是总统候选人，那不要 ECFA 的话，就赶快就决定了，不要再拖啊！我觉得把旧梗拿来新用，这个真的是很可悲，因为没有招数了啊！你不要 ECFA 就赶快定，不要一直讲，让大家听了很烦。为什么一直在骗啊？我觉得黄曙光，如果我查资料没错的话，他现在应该还是国家安全会议的咨询委员。那国安会的咨询委员，这是掌握很多机密资料的哦，很多机密资料掌握在手中，而且有很多安全会议他是可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委员指控有卖国的军火商跟特定的立委，一定要查办。如果你没有查出来的话，因为你已经指控有卖国的军火商，也有特定的卖国立委，你已经指控了，就代表你有证据了，你有情报了。你如果没有查出来的话，你要辞职下台。对，如果你今天是编造谎言，没有任何证据，随便指控，那你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咨询委员这个角色你不恰当，你渎职，你要谢罪，你要下台。还有一个部分里面，你既然是海军出身的，你很清楚知道当初潜舰到底要不要自制，是在海军内部重大争议，因为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学说的人认为数量有限，柴油动力潜舰，而且潜得不够深，它本身能够产生的作战效益是有限，所以海军内部里面我所知道的，有你的长官哦，有你的学长，有学历比你更好的，跟你的意见是完全不一样，是反对这个潜舰自制的。那内部里面还没有整合完成，你本身也没有经过多次的这个学说的辩论，也没有拍板定案，你们自己本身就胡搞瞎搞蛮干，然后烧掉3000多亿元的新台币。如果到时候它不能产生作用，不能产生你自己所吹嘘的说我能够封锁的这个作用，你就是北洋军阀的当时的就是北洋舰队的造舰者，你才是真正卖国的人。你跟蔡英文，你们才是真正卖国的人。为什么？因为一打就碎，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这个潜舰潜不下深度，例如说你没有到350米到450米，你的目前的这种锻造技术，如果潜不下去的话，你要负责任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